中午12點，牛車水熟食中心嘅美食檔已經熱火朝天，商戶開始應對第一波客流高峰。但呢個時候，經營煲仔飯嘅檔主先至悠悠閒咁出現喺店鋪門口。我哋中午唔營業嘅，通常係3點到夜晚9點，星期一同星期四休息。呢個煲仔飯係70年歷史啦，而我接手應該係41年，喺呢度係做咗40年。林玉成嘅美食店位於熟食中心嘅角落頭，40年嚟都只係專注煲仔飯同埋燉湯兩味傳統嘅廣式美食。Hello， 收煲飯幾個人食啊？Hello， 收煲飯8蚊2煲咯，40分鐘。OK， 拜拜。從拉起捲閘嗰一刻起，鋪頭嘅電話鈴聲如約而至，都未停過。通常係熟客啦，就係攞電話喎。喺營業之前，3人小組就好似一支訓練有素嘅隊伍，既能夠各司其職，又可以默契配合。呢個難嘅，一日有5、6個啦，應該日日都差唔多咁樣。我哋通常係用泰國香米底咗啲米，擎乾佢唔浸，因為浸住啲米會冇咗米香。瓦煲飯係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對廣式煲仔飯嘅叫法。煲仔飯源自廣州，煲仔喺嶺南語境中就係沙煲。呢種粗陶瓦煲，厚實襟燒，傳熱慢，保溫強。Hello， 食嘅打包？食嘅。3點半。營業前半個鐘，訂餐鈴聲不斷響起，慕名而嚟嘅擁躉同老顧客已經喺門口等緊。負責外賣打包嘅妹妹準時到崗，所有配料一應俱全。林秀麗踏入咗屬於自己嘅主戰場。最忙嘅時間係4點零5點，直至8點零9點鐘，尤其是星期5、6日。將洗過嘅米放入煲裏面，加滾水，再放喺火爐上面燒。呢個過程，火候係煲仔飯成功與否嘅秘訣，亦係最嘥時間、最見功夫嘅步驟。傳統係咁樣嘅味道，街下面幾十年都係咁樣嘅。我哋通常係熟客多啊，兩公婆嚟食，帶埋細佬哥，細佬哥大咗又帶個女朋友嚟食。比起其他煲仔飯多樣嘅選材，林家嘅煲仔飯好傳統，始終堅持只係用滑雞、臘腸、臘肉、潤腸同鹹魚呢5種食材。應該25分鐘啊！多久啊？要35分鐘。下晝5點半，用餐晚高峰嚟啦！20個爐全部開晒，林秀麗要同時料理20個瓦煲，不停咁揭蓋、轉爐、冚煲，憑借住豐富嘅經驗同驚人嘅記憶力，準確判斷每個爐嘅火候、放料同烹飪時間。失手嘅，控制嗰啲火啊，有大有細嘛。係快手啦，如果唔快手我啲飯就燶㗎啦。遲咗幾時啊？邊煲邊煲咯。難到係佢嘅熱氣啊，頂唔順啊！對於煲仔飯嘅烹煮，廚師嘅每一個步驟都係自身烹飪理念同風格嘅呈現。當米飯煮到7成熟，米粒啱啱好吸收完所有嘅水分，呢個時候係加入配料嘅最佳時刻。一旦配料落煲，砂煲即刻會轉移到炭爐，用文火慢慢再燜煮。因為我哋以前喺街邊啊，係用炭嘅。1982年啊，搬嚟呢度啊，政府唔批准全部用炭。煤氣嗰陣時係最多係幾分鐘嘅，真正喺嗰度興奮係20分鐘嘅。喺炭火慢焗過程裏邊，砂煲內部形成咗一個微型生態系統。炭火持續穩定咁烹煮，令米飯釋放水分，蒸氣逐漸升騰到煲頂。喺高溫蒸氣熏蒸底下，鋪喺米飯上面嘅肉類喺釋放油脂同鮮香嘅同時，保持水分。而呢啲油脂滲入，令到米飯變得油潤晶瑩，肉香飽滿。1個半鐘頭，1個半鐘頭。一流我哋出咗名嘛，佢幾中意食冇辦法啦，餓咪餓啲，頂多頂耐啲咯。
每一煲煲仔飯都需要耐心等待，炭火燜焗20分鐘之後，揭開蓋，淋埋豉油，灑埋香葱，米飯同肉類完美咁結合埋一齊。煲仔飯夠味啦，因為佢哋有炭嚟烘過啦嘛，1個月1、2次到啦。它的鹹魚的味道很入味啊，就很好吃，那個飯口感也很好呀。佢米其林推薦之後，就多咗啲外國人揸住米其林嘅豬嚟揾咯。喺繁忙同高溫環境裏邊，一家人必須要依靠默契，先至可以保證店鋪嘅運作井然有序。不過喺洶湧嘅人潮高峰期，呢種默契都會被意外打破。呢個去咗嘅做咩又夾單㗎？一個是洋菜，剛剛叫收錢了。你隻多少啊？你買出聲啊！我諗你講啊！你買出聲啊！唔是啦，你買出聲啦！你買出聲，唔好再講啦，好冇？佢叫50分鐘，忽然間一跳咗1個小時20分鐘，嗰50分鐘啲人就會比較慢咗，就會一味嚟追，所以一多人追就會亂啦。錯咗，大家都唔認錯咁樣就會有拗撬。只不過一講係錯咗嗰陣時，咪去解決咯。成日都係咁，我陣間冇事啦。嘈交都係一種溝通方式，兩姊妹所謂嘅矛盾，好快就俾忙碌所掩蓋。為咗一煲沙煲飯，大家都知道合作有幾緊要。有時認為啲拗撬係多餘嘅，拗錯拗對又嘥時間。So even Singapore, absolutely top 5 places to get food. So yeah, magic. It's really very good. Yeah. 從下午4點到晚黑9點，呢個角落頭裏邊始終熱鬧非凡。一家5口年復一年，日復一日，從少年到白頭堅守嘅呢一份古早味，每一啖食物都蘊含住佢哋嘅心血同情感，每一聲讚譽都係對佢哋最好嘅回饋。有成就感，尤其是係佢哋幾個冇接班人，亦都想繼續有人做落去啦。比較傳統啲嘅煲飯唔係好多嘅。上海離外灘不過2公里嘅南京路步行街，街頭照常排起長隊。粵式熟食係滬上食家嘅心頭好。追尋美味嘅食客未必知道，民國時期南京路上興盛嘅幾乎都係粵菜館，一盅2件嘅粵味同濃油赤醬嘅海派共生共榮。上海自5口通商開埠，迅速成為國際貿易中心，粵商闖蕩互上，家鄉美食紛至沓來，成行成市，食在廣東，不脛而走。我係1989年咧就入咗行啦，一直都係做粵菜嘅。我就係2005年嚟咗上海嘅。細個嗰陣時候咧喺湛江出世。闖蕩上海灘嘅粵菜師傅黃建儀係土生土長嘅廣東仔，行走喺海風陣陣嘅廣州一德路上，如魚得水。兒哥翻嚟好多新貨睇下。係喎。我要個貨全部攞翻俾你啦！呢度過嚟睇下，呢個2頭嘅吉品，依家喺市場上咧係最頂㗎啦，全市場都冇咩貨，1000幾斤咧先出幾個㗎。頭數係指乾包嘅大細，每市斤頭數越少，體積越大。呢個係頂級鮑魚嘅象徵之一，極為罕見。將頂級食材納入囊中，黃建儀心滿意足。從廣州返到上海嘅餐廳，呢座3層洋樓曾經係杜月笙同伍太太孟小冬嘅私宅，歲月流轉，而家成為粵菜獨領風騷嘅美食地標。老上海嘅風情融合新粵菜嘅韻味，沉澱歲月嘅旋轉木梯上，雀躍住食客期待嘅腳步。作為主打鮑魚嘅餐廳，總廚黃建儀選用市面上罕見嘅頂級鮑魚，底氣十足。呢個鮑魚咧，佢係未有人做嘅，
所以我哋先會去做一個差異化嘅。呢個咧就係一個南非個甲板兩頭，佢呢度咧有條線，佢係吊起嚟細嘅，個邊咧要撐開嚟嘅，個工序佢係唔一樣嘅，佢出嚟個口感都唔一樣嘅。乾包以大為稀，同時亦以品種論身價。南非吉品包形似元寶，兩邊高高翹起，色透金黃，係包中極品。其實鹽上嘅證明咧，重放咗有幾年㗎啦，所以咧佢就已經係同細心㗎啦。溏心係乾包嘅靈魂，鮑魚本身冇溏心，必須經過長達半年以上嘅白天吊曬、晚上冷藏，先至可以令到內部組織因為溫差嘅變化發酵融化成溏心。浸水大概浸10日到啊，之後先再焗水，就用咗熱水焗翻佢有彈性啦，先去煲。發好嘅鮑魚手掌咁大，彈性十足，但入味都仲要借助其他肉類。佢畢竟呢個鮑魚咧，佢係一個油性唔夠嘅，即係肉味雞啊、排骨啊咁啊，補充個肉味落去，佢係比較夾啲嘅。雞同排骨經過油炸，賦予鮑魚更多香氣同金黃色澤。冰糖既能中和乾鮑嘅鹹味，仲能夠令鮑魚發脹。少量蠔油為鮑魚增添油量，突出食材本味，先至係粵菜風行大江南北嘅天然語言。經過48小時大砂煲恒溫燜煮，鮑魚終於出爐。呢個係一份完美嘅作品，期待食客嘅欣賞。宴席主角兩頭鮑正喺小砂煲裏邊鮮香4日，柔軟中帶有韌度，就好似軟心糖一樣喺嘴裏面糾纏，順齒留香。粵菜風行滬上百年，唔單止得益於高檔餐廳嘅腔調，更加有賴於紮根弄堂嘅親民。黃建怡嘅魔都美食版圖喺格調高雅嘅別墅公館之外，仲有自在放鬆嘅江湖小館。咁啊，啲菜點樣啊？好靚啲雞。係嘛？安鋪個白切雞醃雞嚟嘅嚇。啲鵝好靚。啲鵝啊，鹽拆鵝係雲生嘅，都好靚。係嘛？即係估唔到可以浸江菜，可以喺上海可以食到。係嘛？黃建怡帶住一身嘅粵廚技藝闖蕩大上海，正如100年前佢嘅前輩喺黃浦江畔領風氣之先，將家鄉嘅味道做成咗中國嘅符號。雲南從海拔6700幾米嘅梅里雪山到海拔76米嘅紅河河口，南北900幾公里嘅空間裏邊，橫跨7個氣候帶，相當於海南到黑龍江嘅氣候變化。呢片秘境唔單止保存住豐富嘅生物多樣性，更孕育住形態各異嘅食材，令主廚們為之向往。哇，好新鮮啊！這新菜。你看，別的女生都喜歡逛商場，我就喜歡逛菜市場，真正的人間煙火。對啊，雲南的食材又野又豐富。那每天都像開盲盒一樣。對。行市場係新代理人亨亨同師兄最中意嘅活動。可以吃啊，這個可以天婦羅。可以。水性楊花，大理的海菜。師兄，你看，這是雲南獨有的辣椒，好像叫七彩椒，對不對？七彩椒。啊。不是很辣。不是很辣啊？哦，不是，馬上辣出來。哎。這最新鮮的，今天下山的，剛剛那些都不是。看着就好吃，怎麼做？炒啊。那我們走吧。吧。從市場滿載而歸，兩個人又捐咗入廚房啦。亨亨同師兄係半個廣東老鄉，又係愛好烹飪嘅同道中人。爸爸是順德人，媽媽是重慶人，我是標準的廣東味，就因為我家裡都是爸爸做飯。我係18歲入行，咁啊做廚房做咗30幾年。早期一直喺廣州啲餐廳度做，突破唔到個瓶頸，咁啊於是接受到一啲外省餐廳嘅邀請，幫佢帶一批粵菜徒弟。咁啊同時咧學佢本地嘅地方菜。
中意呼朋喚友、露營野餐嘅亨亨，遇見四處漂泊做粵菜教官嘅師兄，喺大理一拍即合，將朋友間嘅戶外聚餐演變為私人訂製野宴，令到向往大自然嘅人感受野外擺台嘅魅力。最近佢哋又接到新訂單，按照慣例要設計線路同菜單，團隊就一齊出發踩點。出發啦！雲南係全球都出名嘅野生菌王國，每年6到10月喺雲南嘅雨季，亦都係食菌嘅好時節。今天我們能採到什麼菌子？松茸，然後牛肝菌、桂花菌、虎掌菌。有沒有異窩菌啊？異窩菌有的，這要看我們的運氣。蘇金蘭係採菌經驗豐富嘅老鄉，跟住佢2位孤勇者可以大膽咁採菌啦。低海拔菌多而味淡，海拔越高氣溫越低，野生菌生長慢，滋味積累得越濃郁。松茸只生長喺3000米海拔以上，冇任何污染嘅叢林礫林裏邊。松茸係最難揾嘅菌之一，通常隱匿喺松針覆蓋嘅腐殖土裏邊，眼要尖，鼻要靈。好像有聞到松茸的味道，好像有點甜甜的味道哎。我們這裡在哪裡？有這個。哦，看到了。是嗎？哇！往下一點，往下下。對。松茸根淺而滑，但依然需要輕攞輕放，保護菌身。被採挖嘅松茸每分每秒都喺度流失風味同養分。對，黑色的那個就是芳香物質，切開以後香味更濃。對啊，真的就是這片森林的味道。好紮實啊！哇，好新鮮。今日嘅採集，佢哋居然運氣爆棚，收穫滿滿。繼續找。我有動。耶，這個是不是松茸？哪裡？有一朵。來看一下。哎呀，真的是啊！天哪！將挖過松茸嘅地方重新掩埋，保護好睇唔見摸唔到嘅菌絲，係採菌人同自然嘅默契。從海拔3000米回落到2000米左右嘅區域，有住最豐富嘅野生菌品種。它底下就像貓科動物的一樣。這個是黃虎掌，有那個五花肉的味道。哎，真的，真的。天哪！哦，奶漿菌。奶漿菌，你掰一下嘛，它就會流那個汁，特別像奶。哦，果然有牛奶的味道。是啊。這見手青啊，這手一摸就變色了。對呀。它是有帶點微毒的，蟲子都不吃。好像雲南人就最愛吃這種。對。啊，這裡有好多紅菌子。這就是糖板板那個嗎？對，這個你又不能吃。這個有毒的。你試試看。看一下能不能見小人。快，把它扔了。吃了馬上糖板板。哇哦，不過還是不錯的，可以的。可以。收起來吧。好，你準備下山。好的。怒江州鮮花店距離大理古城大約5個鐘頭車程，海拔3600幾米嘅草甸濕地，人煙稀少。係團隊精心尋找嘅野宴目的地。亨亨同師兄清洗從大理帶嚟嘅豐碩成果，馬上要派上用場。而其他小伙伴都定好咗今日用餐嘅地點。團隊會舉辦一場戶外試驗，菜單同地點都係唔同嘅，食材需要因地制宜，不時不食。阿亮，你們在打酥油啊？能不能給點我們？我們在這裡做菜，想要點酥油。哎，謝謝阿亮。松茸係今日嘅前菜，平底鑊上酥油正喺度融化。酥油它更有手工感，它沒有黃油那麼香、那麼霸道的味道。亨亨幫每片松茸點啲山葵，配埋諾鄧火腿。火腿中嘅游離氨基酸同鮮味嘅松茸碰撞，令舌尖上嘅松茸幻化出更豐富嘅味道。亨亨煮餸看似天馬行空，其實一招一式都係嚟自龐雜嘅專業知識同對食材嘅深刻理解。
当地的番茄很优秀嘛，而且它那边盛产那种黑土猪，就用那个油鸡枞炒了一个肉馅儿，用到了那个番茄里面，是用了广东的酿的方式，然后焗又跟法餐里面的东西又很像，是用焗的方式和酿的方式結合在一起。老友多年默契，投入煮餸無需言語。我係做傳統餐飲出身，追求穩定性會多一啲。但亨亨唔同，佢做菜好有天賦，好有靈氣。我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做菜嘅靈感。新出爐嘅菜單需要試食，萬事俱備，就等客人啦。我們普米人，可愛的家鄉。Hello， 哇，好漂亮你們！謝謝，這是我們的民族服飾。你們是什麼民族？我們普米族。普米族啊！啊，哇，好漂亮！普米族。阿叔，阿姨。熱情嘅廣東人遇上奔放嘅普米族人，野宴正式開始。這是可以打開的。哇，這裡頭是青稞嗎？還是小麥？燕麥。哦，燕麥。小姐姐，你把我們的素子做的這麼好吃，你是怎麼從來都不覺得我們的我們要有愛才是最好的調料。感謝了，感謝了！來。讓我們一起乾酒醉，讓我們一起乾酒醉。廟堂之上，粵菜曾以高檔商務宴請聞名於世，但老廣骨子裏面對食材原味孜孜以求，喺鄉野尋味，以天地助酒。老廣嘅廚房喺千里之外嘅大自然揾到咗新嘅落腳點。2000公里外嘅青島，一位粵廚正喺魯菜嘅故鄉打造青島菜嘅招牌。青島正迎嚟晚秋，百年前嘅萬國建築群同現代嘅摩天大廈交相輝映，構成屬於青島嘅天際線。黃海將豐富嘅漁獲回饋俾青島人，喺屋企門口趕海，塑造咗青島人嘅生活。嚟自廣東梅州嘅廚師郭科喺青島定居已經16年，今日跟住老朋友尹寶昌嚟到海洋牧場。今年的海參怎麼樣？海參豐收了。今天就準備到這個海洋牧場來捕撈第一次的海參。我就要最大的海參。好，1斤到1斤2兩以上的都給你了。好，謝謝嚴總。一會兒從那個碼頭上上。哦，就那邊。哦，我看到那好多船那裡。一會兒就到。海參係粵菜嘅名貴食材，青島係中國海參嘅主產區之一。北方刺參每年都要夏眠同冬眠，所以4月同11月係海參最肥美嘅時節。尹寶昌自細喺青島海邊長大，養殖海參已經有20幾年。今日係開埠嘅第一日，佢帶住郭科出海撈參。呢片海域深達20米。既抗風浪又防熱保暖，係海參理想嘅安樂窩。但係對於潛水員嚟講，係對生命嘅考驗。換咗潛水服，戴手套，着腳蹼，孭起氧氣罐，拉低護目鏡，掛埋網袋，被當地人稱為海猛子嘅撈參人落水啦。尹寶昌嘅海洋牧場採用底播養殖技術，將人工育種參苗投放到海底，任其自然生長，以海底藻類同浮游生物為食。咁樣嘅品質同野生海參最為接近。海參係戀家型動物，因為蠕動緩慢，一世嘅活動範圍都不過30-40平方米，但係每一隻海參都係躲藏高手，專門匿埋喺礁石底。海猛子要靠火眼金睛先至可以揾到。好嘞，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次撈海參。這時候的海參呢，這個肉厚，
1斤左右一條的海參要長多久啊？那種都得5年以上才能長這麼大。哎，啱啱撈上嚟嘅海參，心刺堅挺有力，呈黑褐色，先至算得上係標準好參。海參嘅體壁內存在住一種自溶酶，如果離開海水時間太長，就會溶化成水。做這個海參呢，我們要用鐵鍋來，鐵鍋它煮出來的海參呢，深黑色的。不鏽鋼鍋或者說鋁鍋煮出來的海參呢，會發白，會掉顏色。做乾海參呢，它是煮10幾分鐘，它就可以拿去做烘乾。像我們這種是鮮吃海參，所以呢，我們就是要煮夠80分鐘。煮出來的標準呢，是要實心，很硬。一切都準備就緒，國科將海參帶返餐廳，將喺海邊煮好嘅海參冰鎮12個鐘頭，海參就會漲化成原來嘅大細。跟住落嚟就係調味。剛入行的時候做一個冰鎮鮑魚，就是用冷滷水來去泡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先做一個冷滷海參，味極鮮，蒸魚豉油，萬字醬油，廣東的魚露。因為不能有油脂，所以就不能去靠動物來去提鮮，所以我只能靠蔬菜來去提這個鮮味。將煮好嘅滷水放涼，再浸泡海參4個鐘頭以上入味。上台前仲有一道工序，用柚子醋、火龍果汁混合大豆卵磷脂打發成泡沫作為蘸料。我用海參蘸着醋吃，所以用了分子料理裡面的一個泡沫技術，把它融進去，方便吃到這種酸味，而又不影響我這道菜品的儀態。實心海參肉質軟糯，鹹香嘅滷水被果醋嘅酸甜中和。呢味主打菜令人耳目一新。除咗海參，青島嘅對蝦、梭子蟹、鮮鮑、海腸等都久負盛名。當我來到青島之後，我會發現，哇，這邊的食材太棒了，我就想用我粵菜的烹飪思維去做融合和提升青島的東西。呢味五珍燴就好似活海鮮版嘅佛跳牆，鮮字當頭，內容紮實唔花巧，同粵菜尊重食材本味嘅做法不謀而合。蝦頭經過乾扁，獲取蝦油。國科準備整一味自細就識嘅客家菜。客家人中意嘅咩都可以用肉。細嗰陣時煎豆腐係我好強項，因為從細到大幫老豆煎豆腐啦。國科嘅廚藝嚟自淵源家學，阿爺嗰一輩就係廚師，所在嘅鄉村更加係廣東著名嘅廚師之鄉。呢味客家釀豆腐，國科將嚟自廣東大山嘅味道同青島嘅海洋氣息完美結合。大家好，歡迎光臨國科工作室。今天晚上呢，我們會國科今年喺自己餐廳裏面開闢咗一間工作室，可以一邊煮餸一邊同食客交流。自從我來之後呢，我打破了魯菜粵菜，我做的是什麼？是青島菜。我只是把粵菜融到裏面來去，因為我要為這個城市添光加彩。感謝大家來捧我們的場，謝謝。謝謝辛苦。粵風北漸，正係100年嚟無數粵菜嘅先行者，用一把菜刀、一口鐵鑊、一身技藝播撒出粵菜嘅種子，將曾經偏居一隅嘅風味傳遍大江南北，亦成就咗老廣味道嘅生生不息。